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录一张4尺调频的作品，也就是我们的4调频之4啊。好，4尺调频，4尺调频是138乘以34.5，它就是一张这个4尺整张的纸，4尺整张的纸裁成了竖着裁成了2张，这样就是4尺调频。好，我们还是先找到中线的位置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是画个2-3朵花这样子。我们这一幅的话，把2朵花也是把2朵花再画在下面，因为我们其中有2幅的话，画2朵花是在上面。目前之前画了一幅这个位子，2朵花在下面。那么这一幅的话也是哈，2朵花画在靠下的位置啊，靠下一点点。好，这里1朵，然后可以在它的上面或者是后面来1朵啊，在这个后面来1朵，然后从这里出叶子。好，这里很多叶子，然后从这里再出来1朵花哈，从这里再出来1朵花。那这朵花的叶子我们看情况长让它产生一个疏密关系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构图。那么这3朵花我们就画成黄色的，画成摇黄，我们就4条频拼成那个4大花王：摇黄、魏紫、豆绿、招粉。那摇黄的话，摇黄的颜色它可深可浅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摇黄，你看这个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它也是摇黄，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是比较黄一点啊。然后这个它也是摇黄，它颜色偏白一点。那么这个4条频全部都是比较鲜艳的颜色，所以我们把颜色画深一点哈，直接把颜色画深一点，画黄一点好吗？当然我们可以不用这么黄，我们可以稍微偏黄一点。但是写生的话，我们还是对照着这2朵花哈，差不多这2朵花来写生。我们可以第1朵画这个，第2朵画这个都没有关系啊，还是对照着这2朵花去写生。写生还是对照这2朵花，但是我们的颜色可以稍微的有一些变化，颜色可以变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这2朵花，咱们用什么颜色好？来分解一下颜色。它2朵花都综合，颜色都用一样的颜色，不用另外去调色。那底色还是一样哈，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然后第2个颜色，看一下用什么颜色啊？藤黄肯定是要哈，藤黄、鹅黄。来，藤黄、鹅黄、朱标，看一下需不需要啊？朱标也用上吧，朱标要不要都可以，朱砂。主要用这些颜色，主要是用这些颜色。赭石也确实也要成一个主要的颜色啊，赭石在这2朵花可能是要主要的颜色。焦茶也要。
那辅助颜色用一点太清蓝。好，这些颜色，当然这中间的颜色少一些也没有问题，少哪个颜色，少一个朱砂或者是一个朱标都没有问题。朱砂和朱标两种颜色它是非常相近的，少一个问题不大。好，我们来接下来开始画这一朵花。接下来开始调色，调这朵花的颜色啊。先调色。那首先我们要调一个底色，底色是太白、三绿还有胭脂。三绿、胭脂还有太白。好，太白、三绿、胭脂，稍微把颜色调深一点，也就是三绿和胭脂加多一点。好，我们把我们画花的这支笔先在洗笔水里面洗一下，让它滋润一下，笔肚里有水分，因为它毛干了之后它会显得有点干枯，咱们洗一下它的毛会比较软一些。好，洗了之后我们开始调这个颜色，里面这个太白、三绿、胭脂咱们要把它调均匀。三绿和胭脂慢慢往里加，不要一下子加太多进来，慢慢往里加。我这里加的稍微有一点点多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只是一个打底的颜色，深一点会显得这个在这个白纸上会更加通透一些。好，调均匀之后，我们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底色放在一边备用。底色放一边备用。然后我们今天这朵花要用的颜色，藤黄、鹅黄、朱标、朱砂、赭石、焦茶、太清蓝或者是花青都可以啊。来，拿一支太清蓝。好，依次的把颜色挤出来，藤黄、鹅黄、朱标和朱砂，它用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不一定说，这一笔里面调了朱标还要调朱砂，它可能就是换着来调。你看这两种颜色它是非常相近的，如果说少一种它也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这两种颜色少一种没有问题。好，赭石、焦茶。焦茶容易成块，你们挤出来的时候把它弄一下，弄成这个铺在这个盘子里面，它会好调一点点。好，然后这个太清蓝是作为一个辅助颜色，
辅助颜色，可能只会用到一点点啊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调色啊。先调一点点藤黄，薄薄的一层藤黄、鹅黄。颜色浅色的我们调少一点点颜色啊，不要像这朵，我们这一朵现在写成的这一朵，它颜色比较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画深一点点啊，因为这个四条屏都是整体的都是比较深一点。好，大家觉得这种颜色可以吗？这种颜色可以，我们就画这种颜色，或者是想黄一点啊，如果想黄一点，就多一点藤黄和鹅黄，多一点藤黄、鹅黄，藤黄、鹅黄，然后直接就是这个这个赭石就可以了，它就这样子，颜色就偏黄一点哈，就看我们想要什么颜色，咱们就调什么颜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啊，开始画我们的这一幅作品。那我们这个4尺调平的纸，我们可以先对折一下，竖着对折一下，找到中线的位置，我们比较好安排我们的这个花在哪个位置。好，这里是中线啊，这个花是要靠中线往下一点点啊，中线往下一点，这是好，大概我们画在这个位置啊，大概把它画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大概画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我们构图中讲的这个位置，中线下面一点点啊，稍微靠中间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开始画这一朵花。来，还是先调藤黄，然后调鹅黄，然后直接调一点点这个焦茶色。好，这里都是一些碎花瓣啊，这绣球形的特征就是这样子，里面的花瓣分不清这个正反瓣啊。好，补充颜色，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任意的去组合，不停的去补充颜色，补充这个藤黄、鹅黄，补充一点赭石。好，这个颜色没有调均匀啊，这笔你看这个刚刚这个赭石没有调均匀，马上就能看得出来，所以颜色啊一定要慢下来哈，一定要调均匀。所有新朋友哈，新的学员，你们一开始如果说看这种来看作品的话，一定是要有一定的基础啊，没有一定的基础，你会觉得这些花瓣的调色究竟是调在哪里，可能不太清楚。新朋友不建议从后面学起，还是建议从前面的把基础打扎实，每一步的调色，还有花型的这个分解，这些都特别重要啊。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比较着急，一开始可能就走到了这个作品的这一部分啊，那可能会有一点你就会吃力啊，你就会觉得老师讲的不够仔细。如果你没有打基础，你直接看作品，你会觉得老师没有讲仔细。其实我都讲得很仔细啊，只要你把基础打扎实了，这些你都能够很轻松的去驾驭了。好，要不停的笔尖上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的话还是这些由深到浅。我们现在目前用的只有藤黄、鹅黄，还有这个赭石。那你这个缝隙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焦茶进来啊，
缝隙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焦茶进来，让它更深一点。好，加焦茶颜色也是一样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好，补充藤黄、鹅黄，补充一点点赭石。好，碎花瓣里面我们可以加多一点碎的，让整朵花里面有整有碎，有大的有小的。各种各样的小花瓣，因为这个绣球形它的花瓣就是花无正形，它的花瓣就是各种各样，你就没有看不出它的这个形状啊。就你任意的去组合，你能多画一点形状出来就更好，就长的、短的、圆的都画。来补充藤黄、鹅黄。那我现在笔肚上的水分是比较多，所以我画了这么久还没有加底色。那我们的新朋友，如果说你掌控不好这个水分，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，因为你要控水，你每一笔要控水，水分多了，你可能就这个掌控不好。那我画熟了，等到一定的这个熟练的程度的时候，那你的笔肚里面水分多了，你也是一样可以控制得了。所以新朋友你们打好基础啊，打好基础一切都好说。所以说不管做什么，就是我们画画也是一样，像建房子一样，一定要打好地基。来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。好，补充这个藤黄、鹅黄。咱们的这个用笔都很简单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只要你们想学习，只要你们认真的画，按课程里去画，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，都可以学会。就是侧锋，没有太多的这个，特别是这个绣球，只要你理解了，只要你能够把这个花型，整体的花型掌控好，这朵花怎么画都是美。只要颜色的深浅变化，这种虚实，你把它给体现出来了，它的花怎么画都好看。好，你看我们画了这么多才补充底色，现在我们笔上干了，补充一点底色，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就可以了。然后越到上面的颜色越来越浅，那我们调色的时候就稍微调少一点点哈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加一点这个珠标进来啊，朱砂或者是珠标，我加的是朱砂啊，说错了，朱砂或者是珠标都没有太多问题啊，你加珠标也行，加朱砂也可以。好，补充一点藤黄，一点鹅黄，加一点点朱砂。让两边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这个基本上我们中间这一层已经画的差不多，我们现在画的就是最上面的这一层颜色浅的，然后物象是虚的，记得吗？在分解基础课程里面的分解里面，分解这种花型的时候都有讲到的这个问题哈，你们要回味一下当时讲的这个内容。好，笔上现在又再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摁一下，补充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补充的颜色会更少一点点一点点藤黄，一点点鹅黄，一丁点这个朱砂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哈，因为我们的花瓣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，我们直接来一个大的。
好，虚的花瓣直接这么去点，它就出来了。好，笔上又干了，我们又得要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补充一点点藤黄，一点点鹅黄，一丁点朱砂。好，看你是这个上面还要不要再往上来一点点，颜色不要太深了。好，上面再来一层。让它有不同的这些缺口。当然我们最后可能还要回笔去调整。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是整体的这个虚到实的这种变化，有这种变化在，它的这个花才会显得灵动。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开始画底下的大花瓣了啊！来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底下大花瓣呢，可能有一点点偏蓝，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啊。现在慢慢加少，一下子不要加太多了，加一点点太清蓝，加一点点藤黄、鹅黄。加一点赭石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这个包起来这个花瓣。好，再来藤黄、鹅黄、赭石。好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好，顺便把这个里面的加一点赭石，加一点点焦茶，把这个里面的正瓣好，不要太深了啊，感觉到上面有一点太深了，把笔尖还是擦掉一点点，不要太深了。这个颜色还是太深了，焦茶有点多。来蘸一点藤黄，一点鹅黄，一点焦茶就可以，不然这里就跳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直接画底下的大花瓣了。底下大花瓣我们加一点点这个太清蓝啊，加一点太清蓝，藤黄，颜色要调多一点啊，调到整个笔肚上都有颜色。鹅黄，然后赭石。焦茶来一点点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来一点焦茶。
好，来一点赭石，来一点交叉。直接把这个正半啊一起就补上它。这里可以少少的来一点缺口，当然没有缺口也没有关系啊，不用特意去制造这个缺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颜色的话不一定要跟这个原花的颜色一模一样啊。补充一点点这个太青蓝，补充藤黄，补充鹅黄，然后赭石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赭石，里面的话可以补充一点点交叉，这里再来多一点层次啊，再来一些大的、小的，还有一些重叠的这种层次。好，笔上现在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还是调一点太青蓝、藤黄、鹅黄、赭石。加一点点交叉，不要太多了。交叉也要调均匀哈，一定要把颜色，不管是哪一步颜色都要调均匀，颜色均匀了，这朵花才会好看。好，再来一点点交叉，补充里面的正瓣。这几个大花瓣我们就画出这种，画一点这个正反瓣的这种感觉出来。那我们上面的这个碎花瓣，绣球的地方的这个碎花瓣，我们就不用分它的正反瓣。但这个笔尖上的颜色始终有一点不够均匀啊，一定要调均匀哈，不要偷懒。有的时候我也是啊，调快了一点点。所以它这个笔尖上没有调均匀，没有调均匀，这一笔马上就能体现得出来，所以一定要调均匀啊。好，这是这一边，感觉这个花瓣的颜色这样看它还稍微浅了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。这个底色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把底色再调深一点点啊，再把底色调深一点，把这个三绿和这个胭脂都加进去都没有问题啊。好，底色搅一下，它有点沉淀，我们顺便搅一下，然后还是一样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那我们还是可以调一点点这个太青蓝，太青蓝不要调太多了啊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藤黄、鹅黄，可以调一点点这个朱砂或者是朱标，然后调一点赭石。好，这一笔的颜色还不是很深，所以说咱们就没有调交叉色。好，推这边这个形状有一点这个缺口不是很美观的话，你可以再把它改一下。哎，这里没关系啊。啊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。那我们再
再继续看一下这里再来一个大花瓣啊，笔肚还是调一点太清蓝，这个时候太清蓝也可以稍微的多一点哈。太清蓝之后，藤黄、鹅黄，把颜色调上一点，把笔睡在盘子里，把颜色往上拉，否则这个大花瓣的边缘就没有颜色了。往上拉，好，再来一点朱砂、赭石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就来一点焦茶了啊。好，这里就来一个大花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焦茶，两笔组成的这一个大花瓣啊。好，根部不到位的地方，我们再来补一下笔。再补充一点焦茶，像这个根部这里不到位的地方，稍微做一些调整啊。稍微做一些调整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啊，这上面再来一个大花瓣，笔肚里面再补充一点啊，再补充一点底色。因为大花瓣它很吃这个底色的，补充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啊，先调一点这个太清蓝，调藤黄。这一笔的话颜色比较浅一点哈，所以咱们调色的时候可以不要调那么多，然后直接调一点这个焦茶，直接调一点焦茶就可以了。来看一下这个花瓣在哪里比较合适。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深，好，有一点深哈，这个颜色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，让它的颜色稍微综合一下。这笔好，我们再把笔吸掉一点点哈，还慢慢到上面要更浅一点，更浅一点，我们再来沾一点底色，沾一点底色，少一点点颜色啊，不要颜色了。接下来我们不要颜色，就调一点点这个焦茶，调一点点黄色，一点点焦茶。好，大概这个花就再来补充一点点焦茶，把这里稍微补一笔，然后我们蘸一点点焦茶在这里缺口这里啊，这里很多缺口，缺口这里稍微回一下笔。好，基本上这朵花就大概就差不多，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外形，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，重新调一下底色。重新调一下底色，然后我们笔上调一点点这个太清蓝啊，水分不要太大了，如果水分大了，你就用纸巾吸掉一点点啊。调整的时候特别重要啊，不要调成绿色的，调蓝色的，因为这里混合了黄色，它就变绿。我们用这个蓝色的来调哈。
来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花型。哎，这还太蓝了一点点，太蓝了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一丁点边缘的颜色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太深了，太深了它就整体的就跳了这朵花。好，一丁丁点点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边缘上啊，就在边缘上蘸一点点这个颜色，千万不要蘸多了。调整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调整，当你觉得花型不好看的时候，我们在最后还可以去做一些调整。当然这个花型本身已经可以啊，我们只要把这些通透的这种感觉去把它调出来，就已经非常好了。好，这朵花就基本上可以了。这朵花再加上一些花心，不需要有太多的去改变，加上花心就可以了。当然这种花的话，你想加花心就加啊，不想加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在这个最深的这个缝隙里面去加这个花心啊，因为这朵已经非常好，加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它这个包菜，这个说错了，绣球型的花，它的花心就在这个球里面，球里面整个有的花是整个球都能看得到这个花心，所以说可多可少啊。你可以画多一点，也可以画少一点，它都没有错。好，要有疏密关系，我们把中间这一堆就画很多。啊，其他地方就跳出一两颗。好，差不多就这样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。这朵花就完成了，我们接下来画第二朵。第二朵咱们画的这个位置吧。让每幅作品的这个花的排位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